中国、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美国在东南亚找反华突破口，又一次白费力气。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1月3日至5日，菲律宾共和国总统小马克思在中国完成了他的新年首次出访，并且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政府还发表了联合声明。这次访问还有联合声明中提到的部分内容，应该会让美国政府感觉自己前一段时间是白费了力气。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离任之后呢，新任的这个总统小马克思前一段时间让很多人觉得他好像成了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一个不稳定因素。比如在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态度上，他出现过一些摇摆和反复。另外呢，美军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是否会加强，也是小马克思政府的立场的重要标志。美国方面这几年一直强调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威胁到了南海周边国家安全，美国人想当方唐镜，那得找出个苦主来哭几嗓子才行啊。所以在越南党内统一思想不跟美国跑之后，美国在东南亚最大的希望就是菲律宾能够给美国介入南海事务提供所谓的法理依据。当年杜特尔特说南海仲裁案就是废纸一张，这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现在小马克思上台之后，美国自然要再次的尝试寻找机会。不过现在看来啊，小马克思前面的一系列动作多少也是对各方的一些试探和表演，而中国政府对菲律宾也表现出了足够的耐心，说明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对菲律宾的政策方向有个大致的预估。而这回小马克思的访问是真正亮出了立场，并且这个立场选择我觉得还是非常清醒。首先他是打破了出访的惯例，每年菲律宾总统首次出访都是去东南亚国家，而马克思就任之后首次出访非东盟国家选择的是中国，不是美国和日本，而新年首次出访也直奔中国而来，说明他特别希望把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稳住，不希望中国认为他跟美国走得过于接近。中国的回应呢，当然也很积极，外交部说要开创中非友好的新的黄金时代。再看联合声明内容呢，有一句特别有意思，原文这么写的：马克思总统表示，他的父亲已故总统马克思为中非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承诺将在其先父奠定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推动中非关系提升至更高水平。这是告诉美国啊，我现在没法跟着你跑啊，因为我要遵循先父的家训啊。至于说中国菲律宾在南海存在的纠纷，联合声明强调南海争议不是双边关系的全部，同意妥善管控分歧，双方重申维护及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同意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联合国宪章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础上，以和平方式处理争议。我们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别人不能插手，因为这个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就是排斥域外国家干涉的。再有，美国总说中国跟别的国家有海上纠纷，还有执法问题，联合声明又说到了双方认识到两国海警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性。再有，前段时间美国新闻炒作说双方呢争夺中国运载火箭发射之后掉落的残骸，联合声明也谈到了双方愿积极考虑建立火箭发射信息通报机制，在火箭残骸回收返还方面开展合作。所以给我感觉啊，这个联合声明就是中方主导，菲律宾配合之下一起下了一盘五子棋，把美国的每个伸展方向都先堵死了。菲律宾呢，当然不会反美，也会对美国和颜悦色，但是呢，要替美国火中取栗，那肯定是没戏的。看来小马克思最终也是要跟杜特尔特一样，在中美之间尽可能保持谁都不得罪的平衡。但是随着整个东南亚，尤其是东盟各国跟中国加速接近，菲律宾也必须保持跟其他东盟国家的同步。现在老挝、越南、泰国、缅甸都要统一采用中国铁路标准了，谁都不敢让自己处于中国这个体系之外。菲律宾当然知道如何避免自己走向孤立。